各位，我常常说这世界上的事儿分为轻度、中度、印度、超度，你们听说了吗？印度制定了跟中国开战的时间表啊。前一阵的时候，印度不是跟巴基斯坦是一败涂地吗？巴基斯坦用中国出口的霹雳15亿打的印度的阵风是这个丢盔卸甲，是吧？但是呢，人家印度的媒体说了，中国空军霹雳15已经被印度给破解了，所以呢，中国空军被迫放弃了。怎么回事呢？咱们看吧。印度的防务评论啊，曾经刊发了一个报道，说印度在一次行动中捡到了中国的霹雳15E导弹的残骸，中国就开始换新的霹雳16导弹了。报道说，虽然中国官方没说什么要换导弹，但圈里人都觉得是因为印度在新多尔行动中搞了一批几乎完好的霹雳15E的导弹残骸。印度的军方和研究机构就趁机把这款中国的主力空导弹拆开研究研究，连里面制导和抗干扰技术都摸透了。霹雳15E已经被印度破解了，印度以后就知道怎么对付这款导弹了，还把里边的一些技术用在了自己新研发的空导弹上。中国所以只能赶快换霹雳16了，好像印度不仅打赢了巴基斯坦，还逼得中国放弃了先进的导弹一样，印度又赢麻了。中国网友看到这儿都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了。为什么这个印度阿三这如此的迷之自信呢？不就捡到了一个破残骸吗？那个残骸基本上那个导引头什么的都炸了，就剩了一个空壳了，就能把中国的霹雳15给破解了。完了以后啊，印度的这些名嘴们，这个印度的这些专家们就开始在电视上吹上了，说印度现在的军事实力已经让全世界都颤抖了，全世界都在劝印度，你们可千万要保持冷静啊，世界和平就看你们了。印度的网友就飘了，你知道吗？印度的网友于是就放出了一个说印度对中国宣战的时间表。他妈的，这是我听过最搞笑的印度学者对话，笑得我甚至想学他们到处拉屎。这位印度主持人说，印度的军事实力位于世界第3，但是由于印度的传统美德，印度一直没有秀肌肉，在世界充当好人。莫迪的强硬政策让14亿印度人全体高潮，不能自拔。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nation with among the top 3 militaries, but which has not flexed its muscle. It has a cold start doctrine, but it has not flexed its muscle. We've been the nice guys of the world. We're not seen to be an aggressive country. But this time, something, I mean, especially the incredible directional leadership of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He said this is not an age of war, but what Modi has shown is that India, if it is troubled, will hit back 100 times as hard. 笑死我了！大家把求求你秀一次肌肉打在公屏上，我看到的全是印度秀智商下线和秀他们到处拉的屁股。印度人的屁股估计全世界都看见了，也不用你们秀。然后他还高调宣布，美国击毙本拉登的效果不及印度1%，世界已经感受到印度的恐怖实力，恳求印度冷静下来。To kill Osama bin Laden in Abbottabad, that is 1% of what we've done. We have in 23 minutes using scalp missiles, hammer bombs, Rafale jets, demonstrated a huge military superiority. Now, question is, obviously this makes the world look at us differently. The usual, the woke newspapers around the world have started, oh, India is very aggressive, India has become much more dangerous than Israel, we've got to calm down India. These kind of conversations are beginning. Why? How do we deal with the way the world is going to look at us differently right now?
哥们，你能不能小点声，吵到我眼睛了？你理解错了，世界是害怕你们毁了他们武器的名声，你再打下去，全世界的招牌要被你们砸烂了。看到他义愤填膺的样子就想笑，谁能想得到，整个外网居然被一份印度网民的军事计划刷屏了。有外网网友评论，这可能是他们2026年看到的最大笑话。最近，印度一个叫拉胡尔的网友发了个帖子，那内容简直离谱到外网集体笑喷。他正儿八经的搞了个对华宣战时间表，还公开质问总理莫迪，明明印度军队2周就能轻松拿下，为啥还不向中国宣战？扬言印度军队2周内就能从边境一路杀到北京，还煞有介事的总结了什么4大必胜理由。这波操作直接把无数外网网友看愣了。兄弟，你是刚喝完恒河水，还是宝莱坞剧本看多了？先看看这位老兄的作战计划书，按他说的，头3天拿下边境，第5天占领拉萨，第8天攻克成都，2周后在北京阅兵。好家伙，这行军速度，现代机械化部队看了都得流泪。他是开着导航，全程绿灯也不敢这么写。更精彩的是他的4大必胜理由：第一，印度人口世界第一，靠人海战术也能堆死对方；第二，印度士兵吃苦耐劳，高原作战经验丰富；第三，印度历史上如何如何，反正就是没真输过；第四，一旦开打，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肯定会全力支援，跟着一起上。这帖子在印度本土居然刷了屏，一时间各种热血沸腾。然而，在更多理性的外国网友眼里，这纯属大型自嗨现场。你用数据和事实稍微一比划，这4大理由没有一个能站住脚。先说人口和士兵素质，确实，印度人口多，年轻人比例高，可现代战争早不是靠人数取胜了。论单兵装备，解放军高原部队普及了防寒服、制氧机、无人机投送热食，而印军士兵还在为高山哨所的冬装和防滑靴发愁。之前边境对峙，印军士兵冻死、摔死的新闻不是没出过。再看看后勤基建，差距更大。咱们这边边境线上公路网四通八达， 5G 信号覆盖，无人机全天候巡逻补给。印度那边不少前沿哨所到了冬天连路都封死，补给只能靠骡子和人扛。有外网军迷嘲讽，就这后勤，2周内能保证前线士兵不饿肚子就算胜利，还打到北京。至于历史战绩，拉胡尔那番辉煌过去更是选择性失明。随便翻翻1962年的真实记录，当时印军的所谓王牌部队被打成啥样，现在网上资料一查一大把。一位推特网友直接贴出历史照片评论，你们1962年从新德里连夜赶修工事，满街发枪的恐慌都忘了？那时候距北京还有几千公里呢。如今中印综合国力差距更悬殊，中国1年下水的海军舰艇吨位就抵得上印度海军现役主力的1半。中国自研的5代机满天飞，印度还在为光辉战机的产能挠头，实力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所谓的多国相助更是白日做梦。的确，美日澳平时没少给印度画饼，4方安全对话开了又开，但支持2字何时落到过出兵帮忙，顶多卖点武器，还得高价收钱。真要为印度和中国兵戎相见，没有哪个国家会干这种赔本买卖。一位美国网友在推特上吐槽的特别犀利，我连给印度捐条毛毯都要想一想，你让我为他们去打仗？拉胡尔，你先帮我把学生贷款还了再说。最讽刺的是，拉胡尔做着打到北京的春秋大梦时，印度国内正在经历50度的极端高温考验，连日气温飙到50摄氏度以上，马路晒化，医院人满为患，连喝水都成问题，学校停课，大批农民因酷热和干旱面临绝收。就这样了，不想着怎么解决民生，还在网上叫嚣打仗。一条获得高赞的外网评论一针见血，兄弟们，你们先把空调和厕所修好，再讨论征服世界的事儿吧。另一位网友接茬，2周打到北京，我看他们2周内能走出自己帮就不错了，毕竟火车能在同一段铁轨上因为高温变形堵3天。还有更损的，有人直接拿拉胡尔的作战时间表编段子，第1周边境集结，第2周集体迷路，第3周断粮球投喂，第4周因为厕所不够用无战自溃。也有人说，中国只要断开 APP 应用，印度 IT 大军就立刻丧失斗志了，毕竟班加罗尔1半的外包项目得停摆。这些调侃虽然刻薄，但也反映出一个基本事实，一个连基本民生和基础设施都漏洞百出的国家，却一想对世界第1工业强国发动全面战争，确实透着荒诞。说到底，拉胡尔和那些附和者不过是在互联网的茧房里自导自演了一出精神胜利法，键盘敲得再响，也改变不了高原冰川下双方真刀真枪的实力对比。这一波自嗨最后没有吓到任何人，反倒成了国际网友茶余饭后的经典笑料。热度过去，大家只记住了一个梗，心情不好看三哥，保你百愁全消，开心每一天。中国网友你知道都惊呆了，都看傻了。
好家伙，印度要对中国宣战。那个中国的很多的这个男青年表示，快宣战吧！哎，咱们好把那个印度的那些那个高种姓的姑娘啊，就可以这个引进一批了啊，是吧？可以到那儿去捡漏去了。快宣战吧，等不及了！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